就跟被摸死似的。你不是有暗于行为，吸一口都起了火。洪道长，把浓缩潜伏药剂给核心水就喂上，剩下的全换成废丹。黑石甲又长了，已经弄好一枚半。苏执事，苏执事，苏执事，快帮忙！邪修在市头撞门了。什么？快走！那气息就是炼气机场，是刚一挥，就有黑气裹着邪身往前冲。完了完了，我才练气5层，硬拼肯定打不过。驱邪魂火，厌世飞星。你这只知道有些本事，血祭回魂。是血祭回魂符，血祭回魂符。上次阻挡邪祟时，还突然冒出剑，现在用剑法，死马当活马医，管用最好。不管用就跑不出来抢。什么？该死的剑光居然克制我的邪气！那个邪修居然跑了！冲啊！趁他们慌神，杀一波！将士们，城外邪祟已经死伤大半，趁现在我们一举反攻。小白，你丢的是城外哨塔的求救线。糟了，炼气3层邪修习塔，这哨塔可是镇守后方的核心建筑，要是哨塔被破，邪祟就能绕过高潮。不行，得去救。哨塔居然被围攻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季兄，城门你们先守着。苏道长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救哨塔。小白、小灰，跟我走。小白、小灰，跟我走。给我死！都别过来！放开他！可恶，又是一群多管闲事的。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你死定了！万刃穿心。小白说：“袋鼠咬的后颈，这个邪修我来应付。灵符引路，净泉化灵，符燃天清，焰灭苍天。我的邪气怎么不受控制？不对，是血人反噬！哪来的老鼠啊！不要！不要啊！还敢嚣张，给我绑了！大人，饶了我吧，我这有情报。情报拿过来看看。断脉黑书，等等，邪修主力计划偷袭九叶方士，抢仙门灵脉。小白，带上玉简，去九叶方士送信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终于把这邪修擒获了，看你这家伙现在还如何嚣张！苏执事，苏执事，可算等到你了。怎么了？幸好您消息及时，巡查师带着修士赶过去了，还说让你守好金雀城，守住了有重赏。巡查使来了就好，灵脉保住了。不会吧？邪祟主力真的来了！邪祟主力真的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驱邪魂火，厌世飞星。王道长，带凡蜀群去城墙上巡逻，发现邪祟就要，凡是沾染阴邪气息者，各杀勿论。苏执事放心。
斩首军团定不辱命。千古未断，万恶不临。起！大家绝对不要松懈，调动城内所有兵力。这场仗我们绝对不能输。现在所有世家都已严阵以待，誓死守卫金雀城，人在臣在。迎战要来了。斩首军团听令，集体出击！身后是金雀城的百姓，是城内的灵脉，是无数人的性命，我们绝对不能退后。这些该死的邪祟突然袭城，希望金雀城能挺过这次危机吧。玄剑，破法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和邪祟大战3天，终于击退他们了。终于结束了。羞耻！金雀城居然真的守住了！苏平，没想到你仅凭一己之力，带着凡蜀军团和城中守卫，击溃了邪虫，守住了这金雀城。这份胆识和能力，实属难得啊！护卫金雀城本就是我分内之事，巡查过奖。仙门听闻你此次功绩，特地派我前来，将你升为外门副管事。此为副管事令牌，赏赐100枚气血沸丹，可补充气血，滋养经脉。2瓶1阶灵泉，能快速恢复灵力，洗涤杂质。还有1本1阶驱邪术，可助你提升驱邪能力，日后修行之路更为顺畅。成为了这外门管事，从此以后，我便能接触到仙门的核心资源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苦苦挣扎。有了这些赏赐，再加上日后的资源倾斜，筑基有望了。多谢巡查使大人，多谢仙门厚爱。苏平，现在仙门都很看好你啊！苏平定不负所托，日后必为仙门鞠躬尽瘁。阳光洒在我身上，温暖而和煦。城墙下的凡手们欢快的支持脚步，相互体制着渗透。城主和百姓们也纷纷涌上街头，脸上洋溢着劫后余生的笑容。一切都在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。我手中的令牌和古籍，就是未来的希望啊！这筑基之路虽难，但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邪气潮退去，第2天，我揣着仙门赏赐的1阶驱邪术，直奔9叶方室。这就是仙门办事处啊！哎呦，苏副管事您来了，仙门给您安排了新住处。修仙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洞府了。苏副管事，您的新洞府在9叶山腰，200瓶灵田配1阶灵泉，炼丹房里连炼丹炉都是现成的。苏副管事，这是您的月历，100枚气血沸丹，1瓶1阶灵泉，10斤1阶灵米，以后做仙门任务啊，还能额外领奖励。哇塞，这么多沸丹和灵泉，这副管事的特权也太香了！以前买沸丹要跟老掌柜砍半天价，现在直接按月发，以后修炼再也不用愁资源了。劳烦道友跑前跑后，这些小小心意还望道友笑纳。以后在方氏办事，免不了要麻烦您多多关照。苏管事真是太客气了，您如今啊是仙门任命的副管事，以后有事尽管吩咐。哎呦，这不是苏平吗？前阵子听说你去凡间讨生活了，怎么是在凡间混不下去，又跑回坊市来蹭仙门的好处了？哼，某些废物能回来，我看也就是运气好，沾上了邪气潮的光，不然哪有资格站在办事处里？换做以前，或许还会忍不住上前争辩，但如今身份不同，犯不着和这些眼界狭隘的散修之气。放肆！苏副管事乃仙门任命的管事，岂容尔等散修随意诋毁？再敢胡言，休怪我按坊市规矩将你们驱逐。什么？居然是仙门办事处的人？是在下有眼无珠，误会了苏管事。这就是我的新洞府吗？果然灵气充裕，良田百里。苏道长，听说咱们有了新的炼丹房啊，
有了炼丹房，咱们就能自己炼灵米丹、气血丹了。以后再也不用买别人的废丹，还能省下不少灵石。是周旋。师傅，水蓝县那批灵米全收完了，整整2000斤，晒得干干爽爽，随时能运到修仙界。对呀，周旋早就说灵米要丰收了，我居然忙得忘了这茬。哎呀，水蓝星的灵米在修仙界1斤能换1枚废丹，2000斤就是2000枚，这要是换成废丹，够我刻到炼气7层了。小白，赶紧去云宝楼找老掌柜，问他要不要灵米2000斤，1斤1枚废丹。太好了，居然有这么多灵米！老掌柜回信了，2000灵米全要，明日方后交易。洪道长，明天你带小白、小灰和100只凡鼠去交易。我在炼丹房整理药材，争取比赛前炼出点丹药。苏道长，交易成功，这是您的丹药，2000枚气血废丹。老掌柜还说，下次有灵米再找他，他愿意加钱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小白在方士听来的，仙门要举办外门修士大赛，下个月开赛，冠军能拿筑基丹辅料和内门进修名额。筑基丹辅料，内门名额。听到这几个字，多年来受到的屈辱如潮水般向我涌来。居然只是个下品灵根，原来是一个加工灵根，下品灵根的废物。我的孩子，就你这种天赋，也配当我的孩子？父亲，我也可以变强的，你不要抛弃我。这些年受的委屈，遭的白眼，吞的苦水，不就是等着一次翻身的机会吗？这次宗门大比，无论对手是谁，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争一争。我忘了，我苏平本就是个被命运死定在下品灵根标签上的人。邪修入侵金雀城，经历了3天的守城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仙门将我升为外门副管事，我的仙途开始了。我叫苏平，穿越到这个修仙世界整整20年，今天我终于忍不住，对着领月湖的水面，把那根陪我空军3年的鱼竿狠狠砸了下去。已经20年了，怎么还是每天空军啊？在穿越前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钓鱼佬，从15岁摸到鱼竿开始，10年时间，6年能绕老家3圈，可鱼都永远是空的。钓鱼的现空军总司令说我天生可鱼，连鱼苗见了我都得绕着走。我不服气，最后一次钓鱼，我蹲在河边从日出等到日落，浮漂连动都没动一下。这是我刚钓的3斤种草鱼。小伙子，你还是放弃吧，就你这手气，这辈子都别想交上。可恶！要是能让我钓上一条正经鱼，我愿意少活10年加特效。哈希奇生，这是哪儿啊？一睁眼，我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身上还穿着那件印着永不空军的冲锋衣，手里攥着那根砸不烂的鱼竿。我穿越到这片修仙世界，本以为这是老天爷给我的补偿。穿越修仙界，好歹能圆个长生梦吧。结果呢？想筑基万中无一，建议趁早去凡人城池养老。难道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吗？老天不公，这20年里，我种过灵道，挖过灵矿，给炼丹师控火，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修炼，连睡觉都不敢多睡。别人修炼之余能去仙庙楼听曲，和女修谈道，我呢，40岁了，连仙庙楼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。更可气的是我那宗门，同期入门的弟子，哪怕是下品灵根，现在最差也混到了炼气5层，有几个还成了外门执事。我叫苏平，
穿越到这修仙界20年，还以为自己是主角，却成为了个废柴。20年了，我还卡在炼气3层，17次冲击4层都失败，每次开会，外门之士都拿我当反面教材。看看苏平，20年了还在炼气3层，你们要是偷懒儿，以后就和他一样，一辈子只能挖灵矿。是，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。炼气4层，给我破！破！又被反噬了，可恶！境外法力乱成一团，体内丹毒淤积太久，根本排不干净。果然还是突破不了啊！在这个修仙世界，没有外挂，下品灵根就是废柴。要不我还是老老实实当个钓鱼佬吧。你总算是放弃修仙了，去镇守金雀城吧。这好歹是个养老活，只不过金雀城远离灵脉，灵气稀薄到几乎没有，去了就等于断了修仙路。念在我们同期的份上，这3枚灵石给你，你呢也别嫌少，带上他们去金雀城好好享几天福，别再想修仙的事了。本想在修仙世界大展拳脚，可没想到20年修仙，最后就落了个好好享福的结局。穿越20年修为却迟迟没有进展，难道我的仙途最终就只落下个成为凡界执事的下场吗？告别了修仙世界，我准备去过钓鱼佬的安分生活。到了金雀城，城主给了我良田美宅，豪族送了侍女平儿，我过上了凡人土豪的日子，听拳、赏酒、吃山珍海味，可我总觉得空落落的。直到管家说：“大人，城郊岭月湖是咱们这的名胜，传闻湖里有赤血灵鱼，钓上1条便能让凡人开启灵根。”钓鱼？那不是我最大的爱好吗？要是光靠钓鱼就能开启灵根，我还干嘛费劲修仙呢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岭月湖看看。哇塞，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他们不会都是来求仙缘的吧？没想到这里和前世一样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钓鱼。但我已经不是那个每天被人嘲笑的空军小孩了，这一世我绝不空军。大人，凳子和灵饵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始钓鱼。耐心，保持耐力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钓鱼佬垂钓系统启动中，正在绑定宿主苏平，检测到宿主强烈钓鱼执念。钓鱼佬垂钓系统正式激活。当前钓鱼等级1级0%，当前钓鱼点岭月湖1阶下品。来到金雀城，听说岭月湖有灵鱼，本以为这次一定能圆了钓鱼梦，却意外解锁系统。在修仙界当20年炼气法阵，被单独折磨的满脸和血，结果和钓鱼解锁系统，钓一个小青鱼就可看见暴雨征服的提示，激动的呐喊：“我不是空军了！”结果旁边小厮看我的眼神像看疯子，这系统是来救我还是来让我社死的？别人修仙靠炼丹打怪，我修仙靠钓鱼。上一次在岭月湖钓鱼时，突然解锁万界垂钓系统，不仅能看见虚拟面板，还能靠钓鱼换取修仙资源。现在我握着鱼竿的手还在发抖。天哪，一条小青鱼可以兑换回城符碎片，还有下品灵石。没想到我憋屈20年，如今真要发了。以前在宗门，师兄们炼丹我天禅，师姐们打怪我地药，连看门大黄狗都能对我呲牙。现在终于有机会靠自己逆袭了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这湖子里的鱼是灵里宗养的，本来就难钓。您要是实在钓不上来，咱们回去吧，省得被长老们看见又说您偷懒。对呀，我现在的身份是灵里宗的万能才艺，说是才艺，其实就是个免费劳动力。每天除了劈柴挑水，还要被长老们当出气筒。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，谁愿意在这破洞门待20年？我终于不是空军了，这篮子可装不下我的大鱼。谁说我钓不上来？你看这水面波纹晃动，说明里面藏着大鱼。小青鱼这种凡品，我才不稀罕。嘿嘿，刚解锁系统就钓上鱼，这运气说出去谁信呀？原来是这样。系统提示：浮标下载，检测到大青鱼上钩，体型较大，建议全力收线。
可兑换回数符碎片乘3，小型净化灵药一体。大青鱼，空军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大的。啊！成功了！哇，大人，您真钓上大鱼了！这可是领月湖少见的灵礼，长老们都未必能钓上来。那当然，空军20年，也该我钓到宝了吧？哟，这不是咱们灵里宗的废柴苏吗？居然也能钓上鱼，怕不是偷偷在鱼饵里加了违禁药吧？哼，又是这个外门之士刘胖子，这家伙以前总抢我的丹药，还说我是下品灵根，一辈子没出息。你们几个又想挑事？穿越20年，我终于钓上了鱼，却遭受恶人觊觎。现在的我可不是当初任人欺凌的废材了。刘执事说话可得讲正确，虽然修为低，但还不屑用违禁药。要是他敢抢鱼，我就启动系统紧急回收，大不了鱼兑换不成，也不能让他占便宜。证据，一个炼气3层的废柴能钓上灵里就是证据。这鱼一看就有问题，我看还是交给宗门处理比较好，免得你用它害人。把鱼给我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恶意抢夺，可触发钓鱼场批件，消耗10点体力，将对方拉入水中，是否激活？激活！激活！救命啊！我们过来救你！这开启对话。净化灵药草可清除炼气吸收比例53%，服用后需进一步吸收。该死的苏平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这就去告诉长老，让他废了你的修为。给我打！该死的苏平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个蠢货还想去找长老废我，有系统在，别说废我修为，以后我还要靠钓鱼把灵里宗踩在脚下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赤血红鲤鱼气息位于领月湖深处，需要使用灵饵才能吸引。灵饵配方：小青鱼乘2加下品灵石乘5，是否制作？赤血红鲤，难道就是面板里能改命的那条鱼？小青鱼我只有1条，下品灵石更是一块都没有，这灵饵怎么制作呀？而且刘胖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说不定长老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刘胖子不是有钱有势吗？说不定从他身上弄点灵石和鱼。等等，那是……警告！警告！赤血红鲤提前出现，当前水域灵气紊乱，建议立即撤退或准备捕捉。真是该死的烂草！天色却出现了异变，系统疯狂弹警告。这红光难道是赤血红鲤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上一秒我还攥着净化灵药，美滋滋想着终于能清掉20年丹毒，下一秒湖里就红光炸了。系统疯狂弹警告，说赤血红鲤提前蹦出来了。我盯着湖面那朵比水桶还粗的鱼影，腿肚子都有点转筋。这可是能改命的鱼啊！但现在问题是，我现在就1条小青鱼，半块灵石没有，连灵饵都做不出来，这还抓个屁啊！啊！赤血红鲤，是赤血红鲤！快拦住苏平，别让他抢，这是我的机缘！哎呦！你这胖子可真笨，怎么还有人这么抓鱼啊？等等，刘胖子是灵隐宗外门的富2代修士，兜里肯定有灵石，而且他刚刚钓了不少鱼，说不定就有小青鱼。刘胖子，你不是要告长老吗？现在赤血红鲤在这儿，你有灵饵吗？没有灵饵，
你连鱼鳍都摸不着。你也别嘲笑我外门知识。告诉你，我爹给了我10块下品灵石，还有3条小青鱼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做灵饵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天选之子。储物领域，给我看！赤血红鲤就在面前，我却没有灵石可以制作灵饵。哈，冤大头出现了，赤血红鲤归我了。哼，这么容易就上当了。不过我还得继续记一记呢。就你那手笨的能把丹炉炸了的本事，做灵饵别把赤红血鲤吓跑了。等会儿他掏出灵石，我就不小心捉一下，说不定就能借2块，再借2条小青鱼，灵饵不就有了？怎么回事？水面怎么突然这么躁动？是赤血红鲤，是能逆天改命的神灵，这鳞片也太耀眼了吧！警告！警告！赤血红鲤幼年体蕴含圣体本源，可提升体质天赋。当前状态受灵气紊乱影响，处于暴躁期。我的灵石，完了！我爹给我的灵石都掉水里了，而且这鱼怎么这么大呀？不是说赤血红鲤都跟小臂似的吗？这是成精了吧？这些灵石还有赤血红鲤，有了！赤血红鲤现在暴躁，肯定会攻击活物。刘胖子要是被盯上，说不定会把储物袋扔了跑路。看我的吧！刘胖子小心，鱼朝你过来了！什么？我的机缘，我的灵石啊！我把储物袋给你，只要你帮我抢回它们，我就不告你了。接着，哈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你自己挺住啊！我先撤了。跑得真快，借着赤血红鲤的机缘，不过略施小计就把刘执事的储物袋敲到手了。现在储物袋和赤血红鲤都归我所有了。哇塞，胖子的储物袋装了这么多东西！好家伙，10块下品灵石，3条小青鱼，还有半包灵虫饵。够了，放心吧，胖子，一定帮你抢回来。警告！赤血红鲤已发现宿主，正在向宿主高速接近，建议立即制作灵饵或撤退。我靠，这鱼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浪花都翻出2米高。来不及了，得赶快做出灵饵。小青鱼，灵石，一键合成。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完成赤血红鲤专属灵饵制作。该灵饵具有高效吸引力，使用后可对吸引目标停留10分钟。好，这下没问题了。小友且慢！刘执事说你抢他机缘，还妄图偷走赤血红鲤，你老实回答，是否确有此事？不是吧？一边是马上冲过来的赤血红鲤，一边是杀气腾腾的长老。我这手里的灵饵，现在是扔还是不扔啊？扔了说不定能抓住鱼，但长老肯定会以为我抢机缘。不扔，赤血红鲤跑了，我还得被长老抓去问话，搞不好真要废我修为。更要命的是，湖里的赤血红鲤马上就要到我脚边了，只要它尾巴一甩，我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。欺负了小的老大来撑场子了，我得赶快。父亲，就是他抢了我的赤血红鲤。机缘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各凭本事。警报！捕捉赤血红鲤时间不足，赤血红鲤即将离开当前水域，倒计时60秒。可恶，长老离我越来越近，要是再不抓鱼就来不及了。管他呢，先抓鱼再说，大不了抓完鱼就用回城符咒跑路。等等，鱼不太对劲，突然朝长老那边游过去了。系统最新提示：检测到灵里宗长老身上有赤血红鲤卵气息，目标转向。不对，那条鱼怎么朝我冲过来了？据说赤血红鲤会攻击携带鱼卵的人，可我从来没碰过赤血红鲤啊！好，挡不住了！赤血红鲤怎么朝我这边来了？嘴里还叼着个亮晶晶的东西，看起来像颗鱼卵。难道说，这鱼不是来攻击我的，而是来送鱼卵的？可他为什么要送我鱼卵？还有，长老身上怎么会有鱼卵气息啊？
哇，好漂亮的鱼卵，像颗宝珠一样。谢谢你啊，大约。系统提示：赤血红鲤赠送红鲤卵，可孵化出灵鲤幼崽，需要灵水培育，是否接收？赤血红鲤向我游来了，这难道就是就在刚刚，赤红血鲤给我送来了顶级鱼卵？湖岸不远处，被红鲤胖揍一顿的长老，这才勉强爬起来。我没心思理会那狼狈的长老，指尖轻轻摩挲着红鲤卵，卵壳晶莹剔透，凑近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灵香。系统提示：是否接收灵鲤幼崽？当然是了。红鲤卵已进入宿主储物袋，请宿主妥善保管。系统提示：赤血红鲤卵可在湖中洞天或临水环境中孵化，孵化后获得灵鲤幼崽。灵鲤幼崽成年后可提升宿主灵根纯度。提升灵根纯度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下品灵根，哪怕有系统帮忙嗑药修炼，灵根资质始终是上限。可现在一颗小小的红鲤卵，竟然能让我有机会重塑根骨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灵月湖，要我说，不如趁现在长老不注意，赶快开溜。除了刚收获的赤血红鲤卵，我这里还有钓鱼兑换的净化灵药，要是用了它，我的修为就能快速飞跃了。快，先回家，我的赤血红鲤宝宝可千万不能受伤。先准备一个玉碗，再倒一些灵泉水，最后把红鲤卵轻轻放入碗中。哼，成了，红鲤宝宝可得快点长大哟。在溪边收复赤血红鲤后，我飞速回到了山庄。这宝贝红鲤可不能亏待了，一定要安排上极品灵泉水。我刚安顿好红鲤宝宝，就立刻拿起净化灵药，仰头灌入口中，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入腹中，瞬间扩散到四肢百骸。正好趁着灵药入体，运转下赤元仙门的基础心法。以前修炼时总能看到经脉里漂浮着淡淡的黑色杂质，那是常年嗑药积累的丹毒，哪怕苦修也只能勉强压制。身体深处还有几处细微的暗伤，是早年挖灵矿种灵田留下的旧疾。可现在净化灵药化作的暖流所过之处，那些黑色杂质如同遇到烈火的积雪般快速消融，暗伤处更是传来酥酥麻麻的痒意，像是有新的血肉在生长。这效果也太离谱了，我胳膊上的皮肤似乎比之前细腻了几分。以往卡在炼气3层的滞涩感竟隐有了松动的迹象，难怪系统说能打破资质限制。有这净化灵药，我以后磕废丹都不怕丹毒，再加上红鲤卵能提升灵根纯度，入基还不是轻而易举吗？接下来的2天，我一边用灵泉水滋养红鲤卵，一边尝试用钓鱼兑换的法力灵药辅助。修炼法力灵药的效果同样显著。到了第3天清晨，我的身体焕然一新，就连炼气3层的瓶颈也彻底消失，甚至直接触碰到了炼气4层的门槛。现在只差最后一步。我记得管家说过9叶方氏有废丹脉，不如我亲自跑一趟。红鲤卵收好，再来20枚钓鱼硬币，有了这些，足够买些鸡虫子。这就是传说中净化灵药吗？这一回我可要好好感受一下这神药的威力。我刚用灵药突破炼气瓶子，便带着几天前刚刚契约的灵鼠出门了。9叶方氏离金雀城不算远，我脚程快，不到正午就到了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掌柜的，醒醒，该起床了。这位道友想买点什么呀？掌柜的，我要买点培元废丹，越多越好。培元废丹？哎，道友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你这年纪炼气3层也有些年头了吧？废丹这东西丹毒重得很，吃多了不仅突破无望，还会损寿元。我看你也是个实诚人，不如买点凡俗的良田，安安稳稳的过下半辈子，比在修仙路上死磕强。哎呀，看来老掌柜是误会了，那是系统的秘密，不能暴露。哎呀，误会就误会吧，多谢掌柜好意，不过我有用处，你按市场价算就好。哎，好吧，这里有200枚培元废丹，算你便宜点，1枚灵石拿走。好，成交。有了这些废丹，我的修为就能更上一层了。哎，这小伙子，可惜了，
又是一个被修仙迷了眼的下品灵根，哪有那么好逆天改命哦？哼，老掌柜说的没错，逆天改命的确不容易。可我苏平不仅要改，还要靠钓鱼改出一条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路。酒业坊，这就是本地最大的交易场所啊！客官，靠废丹改命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，切勿沉迷过深啊！我冲回岭月山庄时，鞋都差点跑飞一只，满脑子就一件事儿：卧室桌上那枚红梨卵。推门直奔卧房，果不其然，玉碗里的灵泉水下去搅拌，卵壳里的红光却亮得能当小夜灯，隐约能瞧见个小影子在里面扭来扭去，活像揣了只发光的小虫子。哎，这灵泉水还是太拉胯了。但我记得季家前几天送的礼好像有坛寒泉露，说是凡品灵泉里的尖子生，能把路边野草养出灵气来。哟，这不就是吗？寒泉露，这上面的寒气可真够冷的，而且一打开盖子就是一股灵香，闻起来确实不简单。也不知道这样孵化会不会更快？成功了！这蜡壳上面竟然真的裂出一道缝隙！马上它就能出来了。这是我的小红梨，太漂亮了！它的头顶还有颗米粒大的红痣，游起来身后拖到淡红残影，就像条会发光的小泥鳅。太好了，我的小红梨终于孵化成功了。系统提示：灵里幼崽，一阶灵物，赤血红鲤后代，每日需灵水滋养，成年后80%概率助你将下品灵根进阶，中品可置于湖中洞天，加速生长。80%，这么高的概率，简直和白给没什么差别。不行，得赶紧找个比洗脸盆还大的浴缸，把剩下的寒泉露倒进去。啊，这就是你的新家啦！以后你就在这里面快快长大。好了，我还得试试刚买来的废丹呢。这上面沾着的黑兮兮的杂质是什么？凑近闻还有股苦涩味。换以前我一次最多敢吃一枚，还得苦修半个月排丹毒。但是今天我就彻底不怕了。只要喝下净化灵药，就可以抑制住废丹的毒性。如果丹毒想要往经脉里窜，净化灵药的暖流就会迅速涌上来。天哪！现在只要稍微运转心法，法力就会顺着经脉流动，半点滞涩感都没有。哼，果然能行。趁现在状态最佳，赶紧再多来一点，把炼气3层的瓶颈彻底打破。这培元废丹暗藏猛烈丹毒，不过有着净化灵药这些小毒，可伤不到我。边吃废丹边喝灵药，我的法力跟绝地的洪水似的暴涨，经脉被撑得微微发胀，却半点不疼，反倒有种堵了20年的水管终于通了的通畅感。更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可以催动微弱的法力，把眼前的玉碗给托起来了。这可是炼气4层才有的玉物出城，太神奇了！有了法力加持，我连耳朵都变灵了。窗外扑簌走路的沙沙声，远处厨房切菜的咚咚声停得一清二楚，而且我的经脉干净的跟刚洗过似的。以前积的丹毒连影子都没了，灵根内处原本灰蒙蒙的，现在居然泛着淡光，应该是红里幼崽的气息在悄悄帮忙。照这速度，炼气5层指日可待。等小红里成年，把灵根提到中品筑基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太好了，这红里真的有提升灵根的奇效，以后灵药配废丹，岂不是分分钟就能提升修为？老爷，
季家的激活老爷来了，说有急事找您。季武，金雀城护城官，季家嫡系，前阵子送了不少灵米灵药，态度一直恭恭敬敬。不过赤血红里不能让他看见，否则一定会惹上麻烦。让他去前厅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这苏道长怎么还不来呀？这事儿简直要急死我了！季兄，让你久等了。啊，苏道长，您可算来了！城外发现邪修踪迹，还伤了2个农户。邪修，这可是仙界的麻烦制造机，普通炼器修士见了都得绕着走。季兄知道他们实力吗？有具体踪迹没？不清楚，但看现场痕迹，应该强不到哪儿去。但季家人手不足，城主怕邪修影响下个月的升仙会，想请您出手查查。要是能解决，季家再送您50斤灵米，外加1瓶凡品灵泉。这么好，灵米能当干粮，灵泉正好给小红里换水，这简直是送资源上门啊！行，我跟你去现场看看。苏道长，这边请。没想到这一趟不仅拿到了废丹灵药，还收获了一条赤血红鲤。感觉这金雀城的镇守任务好像也没那么躺平，反而处处是往上爬的机会。现在我有系统兜底，还有条能帮我改灵根的红鲤幼崽，就算待在凡俗之地，我也能走出条修仙长生的路。道长，不好了，有邪修搞事，苏道长如果能出手，这报酬好说。当然，我肯定帮忙。跟着季火往城外跑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在扒拉小算盘。50斤灵米够我当半个月干粮，那瓶凡品灵泉更是小红里的快乐水。这买卖简直是白送资源。可刚到现场，我就被地上的场面整懵了。2农户的破草帽扔在地上，旁边2道黑色爪印跟被墨水泡过似的，空气中飘着腥臭气，比我兰心老家冰箱里放馊的咸鱼还难闻。啊，这是？系统提示：检测到邪气残留，消耗5条大青鱼可兑换驱邪符箓，是否兑换？不是，这可是驱邪符啊！上次在元宝楼问价，老掌柜说最少3枚灵石一张，现在居然能用鱼换，我的储物袋里应该还有存货。这5条大青鱼不多不少，刚好换一张1阶驱邪符。苏道长，您看出啥门道了没？城主还在城里等着回话呢。要是邪修真盯上升仙会，咱们金雀城可担待不起呀！看这痕迹，邪修应该刚走没多久，修为撑死炼器1、2层。要是真有本事，也不会只伤2农户就跑路。所以我别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这符纸，苏道长，你也太神了吧！城外居然出现了邪修的踪影，天呐，搜咸鱼还冲得心气。看来这金雀城也不太平啊！就在刚刚，我用5条大青鱼在钓鱼系统兑换1阶驱邪符，没想到这符纸比想象的还好用，只是碰到爪印的边缘，上面就冒出无数黑烟。哦，我的天哪！苏道长，你这符纸也太神了吧！嗨，随手画的小玩意儿，不值一提。没想到追踪邪修这么简单，以后再遇邪修，我就根本不用怕了。钓几条鱼就能换驱邪符，这系统简直是修仙界版哆啦 A 梦，想要啥都能从4次元口袋里掏出来。而且，水蓝星不是也有个水库吗？那也是个钓鱼点啊！要是在那边多钓点大青鱼，有驱邪符岂不是管够？既然找到邪修踪迹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季兄下次再发现邪修踪迹，直接去岭月山庄找我就行。对了，灵米灵泉的事儿可别忘了兑现啊！这点灵米灵泉算得了什么呀？苏道长您放心，我明天就让人给您送过去。总算安顿完了计划，趁现在研究下回城符咒。系统提示：回城符咒可以往返2界，宿主可以暂时回到现实世界。什么？回到现实？这系统简直就是修仙界哆啦 A 梦，钓几条鱼就能换符，实在太简单了。我在修仙世界靠钓鱼系统解锁往返2界的回城符咒，一回现实就买了辣条大吃特吃。
这水蓝星上的垃圾食品也太美味了。老拐啊，今天钓上几条鱼啊？哪儿有鱼啊？今天又空军了。果然，在现实世界里，空军是常事儿。不过这次我有系统，肯定不会空军。系统啊系统，水蓝星的鱼要是不算数，我可跟你急啊！等等，这坠手感难道这么快就上钩了？系统提示：大青鱼上钩，可用于兑换道具或钓鱼硬币。上钩了！太好了，没想到现实的大青鱼也能算数。哼，藏了那么多年空军，现在轮到我满载而归了吧？啊，小伙子，你这钓鱼技术跟谁学的？也太厉害了吧！哼，之前我还被钓鱼老头瞧不起，现在这些人都想拜我为师了。嗨，我就是运气好，不小心钓上来的。不小心能钓上这么多。系统提示：当前驱邪符兑换数量为23张。23张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是下品灵根的废柴。我钓的不是鱼，是修仙的资本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能往返修仙与现实世界。那我为什么不趁着机会好好采购一番呢？有了这回成符，简直是太轻松了，可以来回往返修仙界和蓝星。我这日子过得可比神仙还要舒服。我借助钓鱼系统回到现实世界，刚进入超市就盯上货架上的白糖。对呀，在修仙界的白糖可是硬通货。上次云宝楼的老掌柜还跟我抱怨，南荒来的白糖又涨价了，一斤要3枚下品灵石，还经常断货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带2袋10斤装的白糖，统统塞进储物袋里。这些在水蓝星也就几10块钱，到了修仙界，说不定能换不少好东西。先生，您带这么多鱼干嘛？而且还买那么多白糖，这些用得完吗？家里要做点心，我先走了。这回程符咒是真方便，以后得多囤一点。掌柜的，你怎么又打瞌睡啊？我这有上好的白糖，你收不收啊？原来是买废丹的道友来了。这位道友，今天又要买废丹吗？跟你说啊，这次废丹价格可没上次便宜，1枚要加5个铜板。掌柜的先别急，先看看这个，这是白糖，怎么样？这白糖品相可是相当不错，别说金雀城，就是整个修仙世界都难有这种极品啊！老夫走南闯北这么多年都没见过这种白糖，快给我试试！这白糖甜度适中，洁净透亮，而且几乎没有杂质。这种品相的白糖，道友打算怎么卖呀？我利用2个世界的物资差，在蓝星买了几10块的10斤白糖回修仙界。转手就以大价钱倒卖给云宝楼的掌柜。想买我的白糖可以，1斤白糖换2枚气血废丹，怎么样？其实这白糖在水蓝星也就几块钱，而气血丹即使是废丹，也是市面上极为珍贵的存在。要是老掌柜砍价，我是能接受1斤换1枚。成交！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拿废丹。真没想到，水蓝星的普通白糖到了修仙界就是宝贝。看来以后我得多囤点，久而久之，岂不是能换一堆废丹？到时候我嗑药修炼，就算是筑基也指日可待啊！来了，你要的气血废丹，虽然毒性很强，但药用效果与正品气血丹几乎相同。不过我还是劝你多吃点正品丹药吧。这一下赚翻了！用远低于正品丹药的价格换了这么多气血废丹，而我不仅不怕废丹毒性，还能完美吸收，这2界布局也太香了！水蓝星的垃圾，修仙界的宝贝，我苏平再也不是那个卡在炼气3层20年的废柴了，本钓鱼佬要逆袭了。这位道友请留步，我看你印堂发亮，必有喜事临门呐。哟，先生好眼光，我这喜事可比你算的还大呢。这么多废丹一起带回家去，这一下我得好好算算，下次回到水蓝星要带多少白糖来换废丹，又能多快突破炼气5层。
我用几块钱1斤的水蓝星白糖，转手就1斤换成2枚废丹，这世界的生意实在太好做了。小红礼，我回来了，几天不见，想不想我呀？真乖。等着，我给你喂食。等等，缸壁上怎么爬了几只绿色的小虫子？也就米粒那么大。更奇怪的是，它们浑身还泛着淡淡的绿光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灵食虫可捕获，饲养幼虫可做灵力幼崽辅食，成年后可以提炼灵虫液提升法器灵性，是否捕获？灵食虫还能当小红里的虫辅食，这系统是开了万物皆可养模式吗？不管了，先抓起来再说。系统提示：已捕获灵食虫幼虫乘3，消耗灵泉水可加速生长。加速生长，倒点试试。饿了吧？来，给你尝尝。哎，要是以前谁能想到下品灵根的我不仅能靠钓鱼换灵药，还能把逆天改命的灵力养得这么大。系统实在是太好用了，简直就是养鱼外挂。真没想到这个世界连虫子都是修仙资源。刚伺候完能帮我逆天改命的灵里，正琢磨着要不要去水蓝星花鸟市场弄点虫子，结果没想到季家的人过来报恩了。老爷，季家送灵米和灵泉来了。季老爷还说想请您给季家子弟看看灵根。灵根？这不正好是我上次用10条小青鱼换的测灵珠吗？这珠子巴掌大，看着跟普通玻璃珠似的。系统说能精准测灵根好坏。如果帮季家人测出灵根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是只会钓鱼的废柴。哦，看来季家的人已经到了。这位老者是谁？穿的比季虎还讲究。这些孩子应该是来测灵根的，看着也就13、14岁。哟，苏道长，这是我家几个小辈，想请您看看有没有仙缘，要是有啊，以后还请您多指点。这位苏道长，您早年在宗门外门之时，恐怕就只是个下品灵根的底子吧？更何况灵根检测是多么重要的事，哪能随便拿个破珠子就糊弄人呢？季兄，你可别被人骗了。季兄测灵根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可不要随便被外人骗了。没想到白袍老头当众说我骗人，几乎脸上的小僵的跟石膏似的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仨少年吓得往后缩了缩，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。我心里也有点火，合着我好心帮忙还成招摇撞骗的了。老先生，这话就偏颇了。灵根检测是大事，我自然不会糊弄。这测灵珠虽不是仙门正统法器，却也能测个8、9不离十。不如这样，先给孩子们试试，要是不准，我立马给季兄赔罪；要是准了，您是不是也该说句公道话？是就是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破珠子能测出什么花来。我就在这盯着你，别想耍花样。来，你们2个把手伸出来，然后放到这个珠子上。没反应，看来你们没有灵根呀。我就知道是糊弄人的。别急，还有一个人呢。什么？他的手刚碰到珠子，珠子就亮起来了。这珠子竟然是真的！系统提示：检测到下品灵根适合修炼基础心法。这个灵珠可以测出各位的灵根，只要握住灵珠，感受它的能量。苏道长，不要在这哗众取宠了，怎么可能？看到了吧？
这孩子有仙缘，下品灵根，好好修炼，炼气3层没问题。啊！这不可能！不对，你肯定是骗子。这孩子我前年就看过，明明就是凡根，你这珠子肯定有问题。小子，还不给苏道长磕头？多谢道长。以后我家这孩子就拜托道长您多费心了。来人，给苏道长送50斤灵米来，还有1整瓶凡品灵泉都搬进来。季兄，你可不要被骗了。就算这珠子能测灵根，也未必准，说不定是这孩子最近才长的灵根。哼，老先生要是不信，不如让您家有灵根的弟子来试试。我这珠子免费测，要是不准，我再赔您10斤白糖，如何？你简直欺人太甚！我就是为了今天选一个有灵根的弟子回去，现在全让你毁了。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我绝不饶你。这个少年是下品灵根，你这个破珠子肯定有问题。那不如让你家有灵根的娃来试试。唉，自从养了小红梨，总觉得缺个跑腿的，总不能天天蹲在岭月山庄里，全靠祭火隔三差五传话。万一错过邪修踪迹或者房市降价的消息，那不得亏死？奇怪，什么声音？哼，是2只比普通老鼠大1圈的凡鼠。这老鼠一点也不怕人，还挺可爱。哎，等等，我可以养灵鼠啊！以前在外门听驯鼠师说过，厉害的老鼠能钻墙打洞探情报，我有系统加持，说不定能养出更牛的。来来来，这些灵米随便吃。真乖，再滴2滴灵泉水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吃了我的粮，以后就是我的鼠了。以后通风报信就靠你们了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具备灵性的凡鼠，可契约为灵鼠，是否契约？当然，立即契约。系统提示：已契约灵鼠幼崽乘2，具备基础探查传递简单讯息能力。消息灵通对修士来说至关重要，现在收了这对凡鼠，对我来说如虎添翼。这下外门消息再也不会错过了。这2只灵鼠可以给我通风报信。以后你叫小白负责打探消息，你毛瑟山叫小灰负责跑腿送东西。跟着我，保你们天天有灵米吃，顿顿有灵泉水喝。好了好了，乖，这些灵米还有灵泉水都给你们。吃饱喝足，记得给我送信啊！哇，这么快就钻出去了！记得四处看看，打探消息，多找一找邪修的事。趁这功夫，要不要去9叶房市看看白糖价格？啊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痕迹看起来不太对劲啊！糟了，城外山神庙有邪气，这是我们约定的暗号。1道岗是普通消息，3道岗是紧急情况。小辉，你留下看家。小白，你跟我去山神庙看看。小白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这是邪修的踪迹。你想冲进去？这里居然有邪修的踪迹！哼，这3等功谁也不许和我抢。就看见个黑衣人在摆弄血祭阵，那邪修也就炼气1层，看见我进来还想反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大侠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苏道长，苏道长，我们接到小白鼠的消息，前来接应。啊，道长，您这老鼠成精了，居然能找邪修，也不知道您是怎么训练出来的。哼，都是小家伙机灵，以后金雀城的风吹草动全靠他俩给我报信。那个苏道长啊，您这灵鼠能借我家看看不？我家库房总丢东西，查了半个月都没查到是谁干的。哟，这小家伙还想接私活？行行行，让小白鼠跟你去，找到小偷，我只要半袋气血废丹当报酬。结果当天傍晚，小白鼠就叼着1枚气血废丹跑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季虎家的管家。原来偷东西的是季家二公子的贴身小厮，想偷灵米去换赌钱。哎呀，苏道长啊，您这个灵鼠太神了！以后金雀城有啥动静，您可得多提醒我。那是当然，多谢季兄厚爱。哼，作为修仙金手指，这才刚刚开始。等我把凡鼠群野兽变了，整个金雀城的地下全是我的眼线。以后钓鱼回来，说不定还能让老鼠帮我抬渔具。作为解锁钓鱼系统的修仙人士，本想用灵鼠充当报信耳目，结果刚刚破获大案的当晚，小白鼠、小灰鼠居然领回来一群凡鼠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围着院子里的灵米队吱吱叫，跟在讨赏似的。我盯着这场景，突然觉得我这钓鱼佬好像要搞出个老鼠军团了。哎，凡鼠没灵性，没法契约，总不能天天喂灵米吧？那点灵米喂小红鲤都不够，哪儿经得住几10只老鼠造？看来得想个办法赚米儿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门外有个自称鼠道人的老先生求见，说会驯鼠秘术，想给您当客卿。哦，让他进来。老先生，您这边请。谢谢。他这灵鼠看着不错，说不定有些本领。什么？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凡鼠！老朽洪道爷，江湖上混口饭吃的驯鼠师，听闻道长养了灵鼠，还收了凡鼠群，特来投奔。老朽会驯鼠秘术，还能配强鼠药剂，能让凡鼠变机灵，帮灵鼠提升统运。那么洪道长需要什么报酬？只要能帮我养老鼠，灵米灵泉管够，每月还能给您2枚气血废丹。多谢道长，老朽只求有个安身之处，顺便求道长给点白糖，可配强鼠药剂。我正为饲养这群凡鼠伙食费发愁时，专业养鼠的洪道长如天兵一般降临在我面前。强鼠药剂？没错，最近南荒白糖涨价，1斤要3枚下品灵石，老朽实在买不起了。白糖？这玩意儿我水蓝星多的是。我记得储物袋里还有好多白糖，还是超市里买的真空包装。这点白糖您先拿着，不够再跟我说，只要您冲我开口，我还能给您弄来更多。这么高品质的白糖，天哪！灵鼠打探来的消息果然不假，这白糖品质真好，比南荒来的还好。道长您等着，我这就帮您制作强鼠药剂。驯鼠秘术与强鼠药剂配方，这是老朽压箱底的东西，您收好。这里面的字歪歪扭扭，却写得很详细。强鼠药剂需白糖1勺，灵泉水3勺，黑铁草粉末1钱，曼陀罗花粉5厘。好家伙，白糖居然是主料！洪道爷，您先配点试试。没问题，先加1勺白糖，再加灵泉水搅匀，然后再加上其他配料，用热水熬煮片刻，这样强鼠药剂就完成了。来，给番薯们试试药。哇，没想到他们这么爱吃，甚至连队伍都排起来了。如果他们真这么有秩序，那老鼠军团岂不是指日可待啦？道长您看，这药剂能让凡鼠认灵鼠当首领，以后您的老鼠军团更好管了。这可真是意外收获呀！没想到
水蓝星的白糖不仅能换废丹，还能配药剂，这两界布局也太香了。洪道爷，以后您就跟着我，白糖管够。咱们把金雀城的老鼠都训成地下眼线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道长，老朽这就把驯鼠秘书传给你。哦，原来小白鼠、小灰鼠还能通过吱吱声传递复杂消息，比如东边有邪修，方士白糖降价，只要提前约定好暗号就行。我跟着学了一下午，居然能通过小白鼠的叫声知道城外驿站来了新的修仙者，还带来了不少废丹小麦。当天晚上，我让小白鼠、小灰鼠带着凡鼠群去驿站附近探查，没一会儿，小灰鼠就叼着一枚气血废丹回来，是驿站修士掉的。这老鼠军团也太厉害了，有了他们和鼠道人，以后在金雀城我就算天天钓鱼也能知道所有消息，赚所有好处。现在有了强鼠药剂配方，我总算是彻底摸清了养鼠大业的关键。那配方里白糖居然是主料，上次给洪道爷2斤白糖配出来的药剂，直接让小白鼠、小灰鼠能管100只番薯。要是能在水蓝星多囤点白糖，我的老鼠军团岂不是能飞速壮大？我叫苏平，一个养了老鼠大军的修仙钓鱼佬，本想着靠洪道长的强鼠药剂统领灵鼠，可问题来了，我总不能天天捏着回城符咒两边跑，既要在修仙界练气为小红里，又要去水蓝星囤白糖钓大青鱼，时间根本不够用。看来得在水蓝星找个代理人，帮我盯着白糖价格，找新的钓鱼点，这样我才能专心在修仙界搞发展。不如先用回城护符回水蓝星老家看看吧。东王观这地方我以前常来，现在只有个叫周旋的小道长看着。听说这小子痴迷古法炼丹，天天对着古籍琢磨，还总跟人说世界上有修仙者，没少被人当成疯子。这种相信超凡的性子正好适合当我的代理人。既然他喜欢求仙问道，那我就装成云游多年的老道士，好好会会他。看来他就是周旋吧，动作慢悠悠的，却打得有模有样，一看就是下过功夫的。倒有功夫练得不错呀。道长客气了，小道周旋是这东王观的住持，不知道长前来有何贵干？上钩了。这位道友贫道路过此地，感到仙缘强烈，定是小道长与这枚灵药有所共鸣啊。小道长，你可愿随我试试仙缘呢？靠白糖当主料的强鼠药剂要扩军，没空两边跑的我，急切需要找一个痴迷修仙的人当代理人。听闻小道长懂古法，信修仙，不如试试这培元丹。要是有仙缘，自然能感觉到体内有暖流转动。培元丹，我在水蓝星修仙半生无果，难不成这真是我的仙缘？道长，道长，真的有暖流在我肚子里转，我就知道古籍里写的不是假的，这世上真的有修仙。看来这事儿成了。你这孩子有悟性，倒是个适合修仙的料子。不如你当我的代理人，帮我在水蓝星办2件事：一是盯着白糖价格，有降价就多囤点，越多越好；二是帮我找没人管的水库大河，我要钓鱼。我呢，教你修仙，给你灵米灵泉，如何？弟子周旋，拜见师傅。只要师傅愿意收我为徒，以后师傅让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别说囤积白糖找钓鱼点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弟子也绝不皱一下眉。徒儿快起，这些白糖你要千万盯好，毕竟这是我饲养仙界灵鼠的关键。这丹药赐予给你，可助你修炼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丹吗？师父的恩惠弟子没齿难忘。师父放心，您安排的事情我一定做到。以后你欠着白糖，不管多少钱，先囤了再说，钱不够就跟我说。哇，没想到仙界的灵鼠竟然也喜欢白糖。师傅放心，明天我就跑遍附近的超市，把能买到的白糖全买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知道个好地方，东区水库，那地方鱼特别多，没人管。我小时候经常去钓，说不定能合您的意。新钓鱼点，这可是意外之喜。走，带我去钓鱼点看看。这钓鱼点不错，你先到处转转，我在这钓一会儿鱼，
哦，是师傅。终于可以变回来了。也不知道这片水库里的鱼算不算系统里的可钓品种啊？哎，这么快就上钩了？系统提示：小青鱼上钩。当前钓鱼点：东区水库一阶下品，可钓品种：小青鱼、大青鱼、草鱼。居然真算可钓品种！趁着手感不错，我再多钓2条。这么快就满了。大青鱼也钓了5条，足够换2张驱邪符。这小子钓鱼技术也太牛了吧！走，快过去问问。小伙子，你这钓鱼技术跟谁学的？我钓了1上午就钓上来2条小鸡。大爷，我就是运气好，今天鱼口特别旺。有了这个钓鱼点后，驱邪符、强手药剂的原料都有了着落，再也不用怕白糖不够、大青鱼不够了。周旋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珠子你拿着，帮我留意身边有没有仙缘的人。好的，师傅。可您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了？当然是异形术喽，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枚珠子可以检测仙缘，没反应就是凡根。要是找到有灵根的，就先记下来，等我下次来处理。师傅放心，弟子一定办好。以后我就守着东王观，帮师傅囤白糖，找钓鱼点，收有仙缘的人，绝不辜负师傅的信任。好小子，这10斤灵米留给你，正好给你拿来当修仙启动粮。下次我来教你基础心法，记住，修仙这事儿别跟外人说。我先回仙界了，期待你的表现。道长，道长，用上您上次给的白糖配的强手药剂，效果绝了！小白小灰现在能管200只番薯了，还能探到城外15里的消息。什么15里？这段时间钓鱼和老鼠军团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，这开挂日子爽到离谱。我看着小白小灰身边黑压压的番薯群，又摸了摸怀里没来得及处理的大青鱼，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水蓝星有了周旋当代理人，白糖、钓鱼点都有了保障，修仙界有了老鼠军团、蜀道人，情报药剂也不用愁了。这2界布局总算是彻底铺开了。以后我在修仙界炼气养灵宠，在水蓝星囤物资钓大鱼，谁还敢说我是下品灵根的废柴？我这钓鱼佬终于要逆袭了。师傅，1斤白糖3块5，我囤了200斤。什么？1斤3块5，囤了200斤？这要是换算成修仙界的物价，简直是白捡钱。要知道九爷房市的白糖1斤要1枚气血废丹，按水蓝星的市价算，1枚废丹至少值200块。这200斤白糖运到修仙界就是200枚废丹，我可要突破炼气5层了。干得漂亮！再留意超市活动，有多少囤多少。看来强手药剂的材料都齐了，现在是时候去东王馆带点白糖回来了。谁能想到凡间不值钱的白糖，在修仙界竟是换废丹和炼老鼠军团的硬通货。我这废柴全靠他2界开挂逆袭人生。小白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重大消息吗？九叶房市白糖断货，黑市炒到1斤2枚气血废丹，还没人肯卖。啊，不是吧？断货还炒到2枚废丹？这要是把周旋囤的200斤运过来，岂不是能换400枚废丹？相当于水蓝星8万块。太好了，我要发了！洪道爷，洪道爷，洪道爷，你上次说强鼠药剂能让灵鼠长途送信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道长放心，只要给灵鼠喂点浓缩药剂，再让它认个信物，10里8里都能送到，还不会被其他修士发现。太好了，洪道长，您看，我这儿有不少真空包装的白糖，这是上次从水蓝星带来的，还没开封。你让小白带着这个去九叶房市找云宝楼的老掌柜，就说我有200斤白糖，
1斤1枚气血废丹。明天中午在房市后门交易，先到先得。去吧，小白。小白，你回来了。这信上说200斤全要了。苏平道友，200斤白糖我全要，明天中午准时交易。我带够废丹，让道友务必多带人手，提防黑市人捣乱。太好了，一共200斤白糖，400枚废丹到手。洪道爷，快带老鼠大军去送白糖。幸好让洪道爷的老鼠大军去卖白糖，这样就不怕被黑市的人黑吃黑。也不知道洪道爷现在怎么样了。苏道长，成了，成了！道长，交易成了，400枚气血废丹，1枚不少。老掌柜还说下次有白糖再找他，他愿意加钱。哇，这么多废丹，这些废丹的品质确实不错。有了这些废丹，说不定很快就能突破炼气5层。苏道长，我这还有个事儿。小白鼠在房市亭来个密文，仙门要提前举行升仙会，就在下个月金阙城，有10个名额。听说这次升仙会还会选几个凡人修士当护送使，能跟着巡查使去仙门总部一趟。升仙会护送使，这可是天大的机会！跟着巡查使去仙门总部，说不定能接触到更核心的资源，比如高阶灵芝种子，甚至能打听筑基的消息。老鼠军团看来了升仙会提前举办的密文，这可是获得修仙资源的好机会。小白，快去送信，约祭火明天来山庄一趟。小辉，带着凡鼠群去城外探查，看看有没有邪修，盯着升仙会的名额。苏道长，好久不见呐！您找我来，是不是有升仙会的好消息啊？季兄，你还记得这枚测灵珠吗？仙门提前举行升仙会，金阙城有10个名额，你家子弟要不要提前试试？我这测灵珠能精准测出灵根好坏，10斤灵米测一次，要是测出有灵根，再另算报酬。啊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哎要，当然要！我家那几个小子天天盼着修仙，要是能测出灵根，我愿意出50斤灵米，外加1瓶凡品灵泉。好说好说，让孩子们都进来吧，我用测灵珠来给他们测测。哎呀，这测灵可真是一本万利，10斤灵米测一次，没灵根不退钱，这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豪族们挤破头想送子弟来测，这才几天就赚了300斤灵米，3瓶凡品灵泉，还有100枚气血废丹。小红里的浴缸换了个更大的，灵石虫也从3只繁殖到了10只，凡鼠群更是壮大到了200只。小白鼠、小灰鼠现在出门，身后都跟着一群小弟，我这钓鱼佬也太幸福了。多喝一点吧。周旋，师傅，超市店庆清库存，白糖3块5一斤管够，我直接包圆300斤，雇俩老乡扛去东王观库房，钥匙放香炉底下了。好，有我当年蹲水库钓大青鱼的狠劲。这是9月方氏白糖断货3日，黑市疯炒到1斤3枚气血废丹，豪族子弟举着灵米排队都抢不到，300斤乘3枚，900枚废丹，太好了！这哪是囤糖，分明是囤了座移动宝库，够我修到炼气6层，还能给小白小灰换仙灵玉的鼠窝。卖白糖的奸商，滚出来！抢黑风帮生意活腻了！小子，方氏白糖归我们管，交货员赔500百废丹，不然拆你山庄为邪祟！哼，就怕你们没本事拿。不好！老范，这些老鼠太强了！撤！白糖不要了！快跑！快跑啊！老大，等等我！算你们识相。小姐们，囤对货腰感应，下次再有人来，表演个灵鼠叠罗汉。我叫苏平，
因为赚钱太多被黑帮盯上，结果他们实力不济，被我摁在地上摩擦，还白捡了他们的灵米灵泉。哇塞，这么多灵米和灵泉，突然感觉这黑帮来的正好，不仅赚了资源，还在城里立了威，以后在金雀城办事更方便了。师傅，您终于接电话了，好消息！附近超市又进了500斤白糖，还是3块5一斤。我囤了300斤，雇人搬到东王观的库房了。不是吧？这么多？这修仙界的白糖价格，黑市已经炒到1斤3枚废丹了。这300斤白糖运过来就是900枚废丹，可我磕到炼气6层了。这么多白糖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啊？号外！生仙会即将开启，欢迎各位道友前来报名。哎，快走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就算被选中做杂役也行啊。哇，这生仙会的人也太多了，不过好多都是稚嫩青年，估计还没测过灵根。有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测灵根10斤灵米一次，咨询修仙问题加5斤灵米。我要测。没想到2天就赚了一座小山，这下灵米不用愁了。我叫苏平，一个解锁了系统的修仙钓鱼佬。这才短短几个月，我的红鲤灵宠就长得比脸盆还大，灵氏虫也繁殖到了30只，凡鼠群更是壮大到了500只。小白鼠、小灰鼠现在出门，身后跟着一群小弟，活像老鼠版的帮派大哥。这天下午，我正给小红鲤喂灵泉，小白鼠突然对着门口吱吱叫。我转头一看，发现鸡虎带着一个中年男人进来，手里捧着个精致的木盒。苏道长，这位是城南的王员外，他家公子想测灵根，还想咨询修仙的事儿，愿意出100斤灵米。我想起您这儿能测灵根，就赶紧把他带来了。苏道长，您看这储物盒里装着100斤灵米，还有这瓶最新的凡品灵泉。道长求您帮我家公子看看，要是有仙缘，我再给您加100斤灵米，外加50斤白糖。啊，这么多灵米和灵泉，不错，这王员外倒是懂规矩。好说，让公子伸手试试，珠子亮了就是有仙缘。好，我试试。亮了！系统提示：检测到下品灵根适合修炼基础心法，灵根纯度中等，稍加培养可突破炼气3层。恭喜王员外，令郎有仙缘。下品灵根好好培养。太好了，多谢苏道长，我可以修仙了。来人，把灵米和灵泉给苏道长送来。多谢道长，以后您有任何吩咐尽管找我，我在城内有3家粮铺，灵米管够。哎呀，真没想到能赚这么多，这生仙会简直是我的财富密码。要是天天有这样的生意，我不用钓鱼都能嗑药到筑街啊。小白，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什么农户的求救信？邪修夜袭村庄，杀人无数，还抓了3个有灵根的孩子，求道长救命！好，村子有危险，我得把驱邪符带上。小辉，召集老鼠大军，凡是喂过强鼠灵药的老鼠，全部出发。新鲜的祭品，多诱人呐！快分给我们！气血丹。这邪修在拿人炼丹，谁？又是你这多管闲事的修士！上次让你逃跑了，这次看你怎么逃！哼，雕虫小技，看我伏火吞天！不好！你鬼头骨头！小辉，给我上！哪来这么多老鼠？别咬了！我投降！道长，饶了我吧！诱拐小孩还敢求饶？道长别打了，我这有情报。情报？没想到居然是邪修的血祭名单，这上不仅有金雀城几个豪族子弟的名字，还有生仙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。可恶，这邪修是冲着生仙会来的。我得先解救孩子们，让凡鼠群护送他们回村。至于这个邪修，先带回家里审他半个时辰。道长，我知道，有一群邪修想在生仙会当天搞事，打算抓有灵根的子弟当祭品，召唤邪祟破坏生仙会，趁机抢夺仙门的测灵罗盘。原来是这样，小白，拿上这个，
把玉简送到继虎那里。什么？邪修要献祭我族子弟？马上调兵加强城防，确保圣贤会安全。是。哎呀，没想到季家送了这么多谢礼，突然觉得这邪修来的正好，不仅赚了资源，还卖了豪族一个人情，以后在金雀城办事更方便了。圣贤会当天，金雀城的广场挤满了人，豪族子弟穿着锦袍，头戴玉冠，一个个挺胸抬头，生怕别人看不见。凡人则挤在广场外围，有的踮着脚，有的踩着凳子，想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被仙门选中当杂役。我作为策灵师被请上高台，身边放着策灵珠和驱邪符，小白鼠、小灰鼠则带着200只凡鼠群在台下巡逻，专门盯着形迹可疑的人。你就是苏平，我乃仙门任命的巡查使，白衣内门弟子。内门弟子，看着长剑和策灵罗盘的架势，估计就是他了。你就是金雀城的监察使苏平，这次圣仙会由你协助我策灵，要是出了差错，唯你是问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辱使命。这家伙是炼气7层，要是打起来，我靠驱邪符和灵术应该能应付。实在不行，还有回城符咒，大不了跑回水蓝星躲躲。策灵开始。果然，这些人都是凡根，下品灵根也只有5人。不过，其中就有王员外的儿子。轮到他了。我叫苏平，现在担任圣仙会的策灵师。见过无数毫无灵根的凡人之后，终于轮到我最看好的王公子。策灵罗盘竟然亮了，不错，下品灵根，灵根纯度中等，可入仙门外门，好好修炼，有望突破炼气5层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这些灵米孝敬各位大人，在下也要劳烦巡查使大人，以后小儿就拜托大人多关照了。王员外客气了，以后王公子就是我们仙门之人了。看来这王员外会来省，连巡查使都给收买了。是小白鼠，他为什么对着人群里的穿黑袍男人叫？难道小白，你难道发现什么了吗？沾着黑气的稻草，糟了，是邪修！快用驱邪符镇压！大胆邪修，竟敢擅闯圣仙会，还不束手就擒！糟了，是策灵师，老子和你们拼了！哼，区区第1阶邪修还敢反抗？赤魂火球，眼分万里！小白，救命！救命！道长饶命！道长饶命啊！苏道长，你这灵鼠居然能认得邪修，还真没有灵性。巡查使大人，这些灵鼠都是弟子精心培养的，平时多训练训练，就能认邪气、探消息，关键时刻还能帮着打架。饲养灵鼠，认邪探息，哼，不错，倒是个有心的，比那些只会刻意修炼的修士强多了。苏道长，这次多亏了你抓住了邪修的眼线，还提前识破了他们的阴谋。仙门有赏，50枚气血废丹，1瓶1阶灵泉，还有个外门执事的名额，你要不要？外门执事虽然只是个小官，却能接触到仙门的核心资源，比如高阶废灵之种子，还能每月领月历，去仙门房市买东西能打折。多谢巡查使大人栽培，以后弟子定好好为仙门效力。这是执事令牌，下个月你去外门报道，熟悉一下工作，好好干。以后有机会我会向上面推荐你，说不定能让你去那面进修。太好了，这不仅是个官，还是个保护伞。以后在仙界办事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了，还能光明正大的收集资源。苏道长，老身前来贺喜，恭喜苏道长升任执事，以后还请执事多关照。都是朋友，好说好说。以后你们子弟在仙门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找我。哎呀，多谢苏执事，
以后孩子们就拜托您了，这些礼物还请您笑纳。有了万门执事的身份，以后去仙门房市买东西能打折，还能优先获得废丹和灵泉。这升仙会简直是我的转运会。嘿，苏道长，好消息！抢手药剂有新突破，用您的白糖配的抢手药剂效果绝了。小白鼠、小灰鼠现在能提前感知邪气，还能听懂更复杂的指令，反手拳都能排兵布阵了。